王爷犯不着与我插科打诨的，你就承认了吧。秦似雪在你心里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无可替代的。娘亲，今晚这西红柿是不是还没有熟啊？还是你往里面加了醋？啊，这西红柿熟了呀，我也没有往里面加醋。西红柿鸡蛋汤，我加醋做什么？既然西红柿熟了，也没有加醋，为什么我喝着这汤有些酸溜溜的？娘亲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是哥哥那位白月光的醋了。人小鬼大，赶紧吃了，去散步消食。他轻轻敲了敲他的脑门，元宝咕噜咕噜地将碗里的汤喝完后，这才擦了擦小嘴，迈开小腿离开了。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莫叶一眼，那小眼神是在警告他，不许欺负我娘亲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王爷方才说嬴王知道这回事儿会怎么对付我，难道他还能来杀了我不成？杀了你倒不至于，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是吗？且不说云听兰中毒与我无关，即便是与我有关，嬴王若是要来杀了我，难道王爷要袖手旁观？王爷莫不是忘记了你我之间的交易？你元宁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即便本王会保护你，但是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也该先与本王商议。如此贸然行事，本王该如何保护你？云听兰的毒不是我下的，但若是他非要说是你下的呢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到底是担心你的白月光，还是在担心我？你一心要将罪名安在我头上，莫不是也是为了秦似雪？你……两人不欢而散。莫言怒气冲冲地出了清影院，便吩咐如墨：立刻去一趟应国公府，好生查查云天兰中毒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主子是在担心这件事当真是王妃做的。本王担心他做什么？本王已经与三哥心生芥蒂，这一次若是因为此事，本王被他做的蠢事给牵连，少不得会与三哥撕破脸皮的。但是眼下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。所以说主子就是担心王妃会为嬴王报复。本王这么说了吗？啊，多嘴，自己找嘴。主子，方才王妃不是说这件事儿不是他做的吗？他的话有哪一句是真的？哼，他与应国公府与云听兰关系如何，本王明白。在三哥找上门之前，本王要知道事情的经过。如此他才能护着他。如墨恭敬地应下，身影消失在夜色中。此时应国公府到底中了什么毒？可能解？王爷，云儿小姐所中的毒很是凶险呐，但是微臣也只能用解药压制，不让毒素蔓延。想要解毒，还需研究是什么毒，方能研制解药啊。那你废什么话？还不赶紧研究？王爷，这毒凶险，就怕云儿小姐撑不住啊。废物，没用的废物！是谁对兰儿下毒的？可查清楚了。王爷，此事微臣已经查清楚了。今日只有明王妃来过国公府，并与兰儿见过面。陈氏抹着眼泪站在一旁哽咽：王爷，我们家兰儿素来与人为善，从未结仇，今日遭逢横祸，还请王爷为兰儿做主啊！云婉妮，本王还没来找你，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，信不信本王立刻杀了你？嬴王若是现在杀了我，可就救不了你心爱的兰儿了。云振松眉头紧皱，只觉得这个女儿4年不见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云婉妮，本王警告你，少在本王面前耍花招。你胆子倒是不小啊，敢只身一人来国公府，老七可知道你的行踪？嬴王可是怕我家王爷会找你麻烦。不知嬴王又是站在什么角度，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的。我只说一次，再耽误下去，你心爱的兰儿可就没救了。
王爷，明王妃一定是来看兰儿是不是死了。本王警告你，你要是敢对兰儿动什么手脚，我饶不了你。若是嬴王妃知道嬴王对二妹妹痴心一片，不知得多伤心呢。云婉宁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走到了床边。明王妃，你当真能救得了兰儿吗？就连太医都毫无办法，你可莫要逞强啊！多谢应国公提醒，4年不见，本王妃瞧着应国公还是老样子呢。明王妃眼下就不要摆王妃的谱了，若是没这个本事，就别逞强，以免到时候难堪。我若给二妹妹解了毒，陈姨娘又当如何？你若能给兰儿解毒，我便跪下，给你磕3个响头。磕3个响头对我而言没什么意义。除了这个之外，陈姨娘不如学狗，爬3圈，边爬还有边汪汪叫的那种。云婉宁，你别欺人太甚。陈姨娘直呼本王妃名讳，可是大不敬之罪，论罪是要打板子的。你若是能给兰儿解毒，我便跪下给你磕3个响头，还要跪着学狗爬。他给云听兰诊脉后，心下冷笑，这个云听兰倒也是个狠人，他中的毒我能解，但是需要说明一点，不是我下的毒。还有，若是想让我救他，我还有个条件。云婉宁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是不是你下的毒？等兰儿醒来一问便知。好，那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救了。我家王爷知道我来了国公府，若是1个时辰内我没有安然无恙的回去，想必他便会上门来接。到时候嬴王还是想好如何与王爷解释吧。你以为你在老七心里有多重要？他会为了你与本王兄弟反目吗？我在王爷心里重不重要？嬴王大可试一试。云婉宁，你到底救不救？云婉宁，你到底救不救？什么条件？你说便是。医疗费，我一般不会轻易出手救人。医疗费？你敢跟本王张口？1000两，买你心爱的兰儿的性命，我想嬴王应该不会舍不得才是。1000两，好，只要你能解了兰儿的毒。这当真是他对云听兰下毒，等他给他解毒，再一刀杀了这个贱人便是。那1000两银子不就能拿回来了？嬴王怕是误会了，我要的是1000两黄金。你说什么？云婉宁，狮子大开口，也不是你这个开法。1000两黄金，你也真敢跟本王开口？嬴王若是不肯，那就算了吧。看来你对二妹妹的感情也不过如此。云婉宁，你不要逼本王现在就杀了你。你要是敢，最好立刻就动手。若是我家王爷知道了，一定不会与你罢休。你拿老七威胁本王，信不信哪怕本王现在就掐死你，老七知道后也不会对本王怎样。话音刚落，只见一道人影突然从门口闪了进来，云婉宁脖子上的压力瞬间消失，而莫回风的手已经被人抓住了。三哥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趁本王不在就要杀了本王的王妃，你的弟媳吗？老七，你来了。既然来了，咱们正好算算这笔账。云婉宁毒害了兰儿。三哥如此着急，我还以为是三嫂中毒了呢。王爷，二妹妹不是我毒害的，我念及姐妹之情，特意来给二妹妹医治，哪知嬴王一口咬定是我毒害了二妹妹，要杀了我呢。犹如受到惊吓的小鹿，虽然知道他是装的，但莫叶心里仍是忍不住生出了一丝怜惜。别怕，本王在，只要本王在，便没有人能够伤害你。老七今晚脑子不大正常，是不是被门挤了？
居然对他最恨的女人如此温柔。那我先去给二妹妹解毒，反正方才银王也答应了我的条件，只要我给二妹妹解毒，就能给我1000两黄金作为报酬。本王何时答应了？银王居然出尔反尔！好，解毒，本王明日便将黄金送来冥王府。银王放心，你与二妹妹的事儿，我保证不会告诉银王妃。到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女人居然敢威胁他！云婉宁走到床边，有模有样的给云听兰诊脉。空间内已经出现了好几种解药，都是西药。这毒并不难解，只是二妹妹怕是要吃点苦头。什么苦头？要解毒啊，先得放血，将毒血全部放出来，再服下解药，方能药到病除。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法子。冥王妃言之有理呀。哼，你若是不能给兰儿解毒，那1000两黄金可就不作数。银王放心，哪怕为了那1000两黄金，我也要全力以赴。云婉宁瞥了他一眼，论及吵嘴，他认第2，谁敢认第1？本王还从不知冥王妃如此好口才啊，想必老妻很自豪吧？本王引以为豪。他要被这2口子气得吐血了。云婉宁取出匕首，在烛台上熏烤之后，将云听兰5个手指头都给割破了，鲜血顺着床沿流了下来。好了，二妹妹体内的毒已经解了，只是今晚失血过多，今日后怕是得好生调理才能补回来。莫回风自是不信他的话，示意老太医上前查看。老太医一诊脉，又惊又喜地看向云婉宁。果真解毒了！冥王妃医术高明，微臣自愧不如啊！还请冥王妃莫要嫌弃微臣一把年纪，收微臣为徒吧。这天色已晚，既然给云儿小姐解了毒，那咱们也该回王府了。银王，说好的1000两黄金，你怎么现在不吭声了？本王不会赖账，明日一早，本王便派人送去冥王府。很好，陈姨娘，方才你与我可打了赌，眼下二妹妹的毒解了，是否你也该兑现赌注了？我忘记了，方才与你打了什么赌？是吗？父亲，方才我与陈姨娘打了什么赌？想必父亲应该听到了吧？我的确听到了。老爷，夫人，愿赌服输。陈姨娘，父亲的话你可听到了？无奈之下，陈氏只得攥着手，一膝盖跪在了云婉宁面前。耻辱，这是天大的耻辱！深呼吸一口，在地上爬了一圈，汪汪的声音怎么也叫不出口。见状，云婉宁倒是没有再为难他。陈姨娘，日后若是要与本王妃打赌，可记得要想好再下赌注，否则我可不会这么好说话了。日后若是要与本王妃打赌，可记得要想好再下赌注，否则我可不会这么好说话了。言出必行。他担心元宝，更是犯不着在这里候着云听兰醒来，于是与莫叶便先行一步。今晚若非是本王来得及时，你这条小命怕是丢在国公府了。是，小女子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你倒是还敢开口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他如今把云听兰放在心尖上，莫说是1000两黄金，就是2000两也定是舍得拿出来的。你就不怕他恼羞成怒，当真杀了你？不怕，我身后不是还有王爷吗？我是笃定了，他看在王爷的面子上，绝对不敢对我下杀手，顶多唬我几句罢了。你倒是会说，既然知道三哥的脾性，还敢故意挑衅，哼！我看给你100条命也不够你作践的，我看给你100条命也不够你作践的。这倒是句大实话。云婉宁性情爽直，敢作敢为，但那是在21世纪，放在眼下，若是胆大包天，动辄便是要掉脑袋的事儿。是，这一次的确是我不对在先，好在英勇无敌的王爷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，小女子心下感激不尽。既然如此，你该如何报答本王呢？报
暴打？你想要什么？他下意识地紧了紧衣襟，警惕地看着他。你以为本王会让你以身相许啊？还是本王会饥不择食地吃你的豆腐？云婉宁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啥呀？那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云婉宁，你脑子里装的都是啥呀？那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从三哥那里诓来了1000两黄金，这个男人居然打我那1000两黄金的主意，我9你1。哦，你的命就是这点钱。我8你2，不能再让了。5分，否则本王便派人杀了尤二。你知道尤二？本王不但知道，还抓了他。你若不肯呢，本王便让人去弄死他。这个如玉拿着我的好处，居然还给你打小报告，我非剁了他的脑袋做麻辣鱼头不可。怎么样？5分。莫叶，你无耻！本王这叫有备无患。好，5分，但你要将尤二交给我。成交。天色刚亮，云听兰便悠悠转醒了，见莫回风守在床边看书，一双眼睛熬得通红，他心下感动，感动之余便是得意。王爷！莫回风立刻放下手中的书，说是书，其实是一本手札，是云听兰用来记录日常生活以及每日心情的。这本手札他之前从未打开。昨晚云听兰昏迷不醒，他闲来无事便随便翻了翻，原来他的兰儿爱他这么深，甚至愿意为他放弃生命。手札中还记录了他想日日陪在他身边，却又不愿逼他接他进王府的矛盾心情。兰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王爷，我怎么了？你中毒了。兰儿，你可知是谁对你下毒？中毒？兰儿，你可知是谁对你下毒？中毒？怎么会？王爷，我怎么会中毒？那又是谁给我解毒了？是云婉宁。姐姐？我竟不知姐姐还会解毒。这件事情他的确不知。昨日中毒，他本没有打算将云婉宁牵扯其中，所以早早吩咐婢女统一口径。不错，兰儿，可是云婉宁那贱人给你下毒了。本王听说昨日他来国公府见你了。云听兰有些为难，她见不得云婉宁过得好，若是可以趁这个时机将她拉下水。罢了，时机未到。他状似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神色为难地看向莫回风，低低地说了一个名字出来。当真？可有证据？这件事本王会调查清楚。秦思雪被禁足了呢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成为下堂妇了，难道你也漠不关心？云婉宁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嘴损了？我本来就嘴损，王爷难道还不了解？你这是被我戳中心事，恼羞成怒了吧？你是不是也为此事心烦呢？这可是你重得美人心的好时候。重得美人心？我什么时候需要秦思雪的心了？是否本王最近太纵着你了呀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今日便将尤二交给我，人呢？如墨稍后带到，回去候着。云婉宁，不管你找尤二做什么，本王警告你，莫要再招惹什么是非。本王不想再给你擦屁股。多谢王爷替我擦屁股。你简直就是无耻之徒。说罢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莫叶朝着书房走去，一日不见，竟有些思念那个奶声奶气的小肉团子。王妃，接下来你下去吧，这里交给我便是。可是王妃，怎么，你是怕我连这么一个小角色都对付不了？小角色？什么是小角色啊？如墨满头雾水，但见他态度坚决，他也只好转身出去了。院子里
只有云婉宁与尤二两人。尤二啊尤二，可还认得我？尤二摇了摇头，表示不认得。不认识不要紧，现在呢，可认得我了。明王妃，小人知错，小人知错。看来你是认得我的。有个问题，本王妃不明白。当初我分明是让你想法子去恐吓一下九公主，当时本王妃给了你一笔丰厚的银子，谁知你找了几个狐朋狗友，竟是当真险些玷污了九公主。说，是被谁指使的？明王妃饶命啊！当初小人谨记您的吩咐，并未对九公主怎么样啊！你还想狡辩？若非是王爷及时赶到，救下了九公主，你还敢舔着脸在我面前说你谨记我的吩咐？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是不老实交代，今儿我要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王妃，这一切都是嬴王妃幕后主使。嬴王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嬴王妃！你可知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儿？没有，小人没有污蔑嬴王妃，这一切的确是嬴王妃主使。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嬴王妃是如何指使你的？你若是敢说半句假话，我便先割了你的舌头喂狗。当初您找上我，让小人吓唬一下九公主，小人原是按照您的吩咐行事，可谁知道您前脚刚走，嬴王妃就出现了。秦思雪说让他一定要夺了莫菲菲的清白。当时小人不从，但嬴王妃给了小人很多银子，还说小人若是敢告诉任何人，就要让小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小人只好答应了。嬴王妃还说，不论是任何人询问，哪怕是上刑，也要让小人一口咬定此事是明王妃您指使的。突然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他眼角余光飞快地看向了身后的墙，那里什么都没有。不过他刚刚收回目光，高墙之后一道玄色身影一闪而过。尤二的话便是事实。4年前跟着他前去吓唬莫菲菲的那些狐朋狗友，此事我会带你进宫，亲自告诉九公主，到时候你若敢有半句假话，我便让你生不如死。尤二自然是惶恐的应下，云婉宁这才将他关进后院柴房。次日，他递了牌子要进宫，得知他已经被解除禁足，帝后也有些惊讶，但赵皇后还是恩准了他进宫的事儿。只是云婉宁并未进宫见赵皇后或者见德妃，她要见的人是莫菲菲。莫菲菲还未出阁，住在未央宫。自从4年前的事儿闹出来，她便一直闭门不出，如今已经年过19，却还未议亲。云婉宁到了未央宫，让工人进去传话，她站在门外耐心地等候着。莫菲菲的事儿是她不对在先，当年欠下的债，如今得一笔一笔偿还。明王妃还请回吧，公主不想见你。莫菲菲的原话可没有这么客气，听说是云婉宁来了，她还有些惊讶，随后便让她滚。你进去告诉九公主，今日本王妃不见到她就不走，本王妃找九公主的确是有要事相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工人也不好意思推辞，便只好再次进去。这一次灰头土脸的出来了。王妃，您还是回去吧，哪怕有天大的事儿，还请您明儿再来。好，那我明日再来，你赶紧去包扎一下吧。第一次见莫菲菲失望而归，这一晚云婉宁翻来覆去无法入睡。娘亲，你翻来覆去像是烙饼子似的，怎么了？难道又被哥哥欺负了？若是他欺负了你，我一定给你出气。元宝，娘亲遇到了一个难题。什么难题？元宝眨了眨眼，认真地说道：曾外祖父夸我聪明，说我是难得一见的神童呢。娘亲不管遇到什么难题，我一定都能为你解答的。是，我们家元宝最聪明了，是古今难得一见的神童。那娘亲有什么烦心事呀？
你说，如果从前娘亲犯了错，如今认识到了错误，并且想赔礼请罪，但那人始终不愿见娘亲，娘亲该怎么办呢？云婉宁犹豫着说了出来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娘亲既然错了，还要去赔礼请罪，这份心便是极难得的。那人既然不见娘亲，娘亲便锲而不舍地去道歉。那人一日不见，娘亲便一日不放弃。相信那人看在娘亲如此真诚的份上，也会感动的。有句话不是叫做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吗？听了儿子一番话，云婉宁豁然开朗。是了，莫非非一日不见，他便一日不放弃。谁让愚蠢的元神做了这么愚蠢的事儿呢？次日一早，他便再一次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，哪知这一次竟是刚到未央宫就被当头一棒。说是当头一棒，更准确一些，是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。已经入了秋，这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，云婉宁周身都湿透了。她站在冷风里，只觉得寒冷刺骨。云婉宁，你就是一条臭虫，一条令本公主最厌恶、恶心的臭虫。今日是本公主给你的一点教训，你要知道，你当初对本公主做的恶事，给本公主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赶紧滚！本公主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张恶心人的脸。今后，本公主再见你一次，给你泼的便是公桶里的粪水，不是清水了。云婉宁很冷，但她不是个自虐狂，不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，一直湿漉漉地站在这里让人看笑话。若是着了凉，元宝又要担心，只希望眼下空间里能有一套干净的衣物便好。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空间内便果真出现了一套干净的衣物。云婉宁心下一喜，松了一口气，忙躲进不远处的偏殿中，换下了一身湿衣。可惜这里不通电，没有吹风机。正想着，空间内便静静地躺着一把吹风机，瞧着功率还不小。电都没有，有吹风机又有什么用？这一次空间没有反应。看来也不是万能的嘛。若是能把电给我弄来，那才叫厉害。云婉宁吐槽了一句，话音刚落，吹风机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方干净的帕子。她只好拿起帕子，费力地绞干了头发。半个时辰后，她再一次出现在未央宫门外。怎么？你是想尝尝粪水的味道？九公主，我有话与你说，希望你能见我一面，让我把话说清楚。你想见本公主就见你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云婉宁，我告诉你，即便是如今七哥哥解除了你的禁足，但在本公主这里，你仍是个贱人。你了解你七哥哥的脾气，既然他能解了我的禁足，你便应该知道他是相信我的清白。我进宫只是要与你解释4年前的事儿。你还敢提4年前的事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许是因为太过愤怒，导致急火攻心，莫非非直接晕了过去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九公主，怎么了？只见莫非非倒在地上，几名宫女正七手八脚地将她抬起来，无人回答她的话。我可以救她，让我进去。很快，一名小宫女出来了，云婉宁忙一把抓住了小宫女的手腕。站住！本王妃可以救她，不必请太医。说着，她不动声色地塞给小宫女一锭银子。若是我救不了九公主，你再去请太医也不迟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九公主是急火攻心，导致晕过去了。带我进去见她。这是要不请自入呀！云王妃，等一等！小宫女慌慌张张地追了进来，可云婉宁脚步很快，眨眼间便进了寝殿。都让开，开窗透气，准备热水。姐姐们，是明王妃自己进来的，奴婢拦不住。你们不要怪她，九公主这是急火攻心，我给她施针，很快就能醒。施针？明王妃，不管您是一片好意也好，还是另有目的也罢，奴婢都劝您，莫要打不该有的主意。这里是宫里，皇上与德妃娘娘很快就能过来。这意思便是怕云婉宁又对莫非非做点什么，可见元神有多招人厌恶了。
你们若是不信我，便立刻去请太医来吧。只是九公主眼下的情况，还得赶紧醒来才是，否则气大伤身。您保证不会对我家公主怎样？我保证，若是我对她怎样，莫说是我今儿出不去这宫门，即便是出去了，你们觉得王爷会放过我？知道他说的有理，茉莉这才示意他失真。几名宫女站在一旁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动作，似乎是他敢对莫菲菲怎样，他们便会一拥而上，第一时间掐死他。好在失真后，莫菲菲很快醒了过来。九公主，你可知4年前害你的人到底是谁？除了你还有谁？你们这群不中用的东西，还愣着做什么？把他拖出去斩了！这暴躁性子与莫叶真是如出一辙。九公主，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吗？本公主与你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云婉宁，本公主4年前便发誓，说是再见到你，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。公主别生气，方才您急火攻心，是明王妃救了您呢。也是她契约了本公主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张嘴！茉莉委屈地低下头，开始掌嘴。九公主，你有什么冲我来便是，也不必为难茉莉。方才你晕倒的时候，你几位婢女都担心极了。本公主教训奴婢与你何干？你少管闲事。云婉宁，你要是识趣，最好立刻滚出去。你要知道，茉莉便是因为你受罚。滚！见他若是不走，莫菲菲便执意要继续责罚茉莉。无奈之下，云婉宁只得出了未央宫。今日会面再一次以失败告终。你要去哪儿？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还要出门吗？神机营出了一些事情，本王过去瞧瞧。听说你今日又进宫去了，可是有事啊？王爷，我求你件事儿。求本王？若是王爷这会子不着急出门，便听我先说吧。他的事情倒也不着急。莫叶跟着他进了正厅。这会子，云婉宁若不是心里有事儿，定是可以察觉到莫叶对他的态度似乎没有从前那么大的敌意了。说吧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当初我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，想谋害九公主吗？他也知道他脑子被驴踢了，你能认识到这一点，可见还有救。王爷，我说正经的，前儿我不是让如玉去捉拿尤二吗？那尤二便是4年前我买凶谋害九公主的魂球。然后呢？这不，我不是改过自新，想去取得九公主原谅吗？然后呢？这不，我不是改过自新，想去取得九公主原谅吗？谁知九公主打死不愿意见我。从前我就是个人见人厌的王八羔子，我也知道错了。不是都说回头是岸吗？我就想回头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还挺有自知之明啊，知道从前自己人见人厌的。你害得菲菲不轻，本王若是菲菲也不愿意见你。我都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不在我心口上插刀子？当年知识另有隐情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但要害九公主的人其实并不是我。事情的经过，莫叶早已亲耳听闻。他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哦，你当真想见菲菲？当然了，我今日虽然见了她，可被她一盆水从头泼到脚。我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态度足够真诚了吧？你为何要与她解释呢？她到底是我的小姑子吗？如今我处境已经够艰难了，不想再与人为敌，尤其是她，哪怕是因为你，我也要与九公主和平相处才是。本王帮了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开口闭口就是好处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势利眼呢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好歹是堂堂明王，这么现实，真的好吗？那你要本王怎么帮你啊？很简单，明儿咱们一同进宫。若是九公主不肯听我说话，你直接给我捂了她的嘴便是。我将尤二扔到她面前，等尤二自己交代。你只要做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便是。所以明日你务必要站在我这边，否则我与九公主的误会怕是就解不开了。云婉宁，你可别忘了，
你是在求本王办事呢？咱们夫妻二人什么求不求的嘛？是吗？夫妻二人，你至今可还从未履行过人妻的责任呢？他站起身来，就是将云婉宁圈在了怀中，气氛突然变得暧昧。莫叶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是在求你办事不假，可我也帮了你不少。对你而言，这就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了，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哎呀呀，这档口知道慌张了。回想这段时日来他在他面前的大胆放肆，莫叶倒是觉得眼下他这副模样更是有趣。他与从前的确是判若两人了。明日本王与你一同进宫，既然无事的话，本王便出门了，晚上不必等我回来用膳。谁等你了？好的，王爷，您慢走，路上当心。翌日，莫叶下了早朝，特意回来接了云婉宁一同进宫。王妃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公主气坏了，说您若是再敢来未央宫，她便要将您。看到坐在外殿的莫叶后，茉莉忙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将她怎样？将王妃五马分尸，剁碎了喂狗。她倒是出息啊，敢这么对她嫂子说话。莫叶的脸上看不见半点笑意，这话乍一听是在训斥莫菲菲，可仔细一听便能听出话语中带着几分宠溺以及笑意。王爷，未央宫的茶好喝吗？去将公主喊出来，本王有话与她说。她的话茉莉不敢不从。须臾，莫菲菲拉着脸出来了，她像是没有看到云婉宁一般，直接走到莫叶对面坐下。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如今接管了神机营，不是该日理万机很忙才是吗？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如今接管了神机营，不是该日理万机很忙才是吗？再忙，本王也有探望你的时间啊。听说昨日你七嫂将你气得晕了过去。是。齐哥哥，你不知道云婉宁好大的威风，昨日竟敢强闯我未央宫呢。齐哥哥为何要解了他的禁足？他害了我一次，指不定还要害第二次。齐哥哥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九公主，我来是想与你说说4年前的事儿。不听，本公主不听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菲菲，听他把话说完。如玉，把人带进来。他居然还带了人？莫菲菲眼神狐疑地扫了他一眼，因着莫叶在，他也不能再冲云婉宁斥骂，只能皱眉看向门外。在看清楚尤儿的长相后，莫菲菲顿时脸色一白，她分明是回忆起4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。来人，快来人！你们都死了不成？还不赶紧将这个杂碎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菲菲，别怕，本王在。4年前的事情另有隐情，你既认得他，便听他老实交代4年前的事情吧。有他在，莫菲菲勉强冷静下来。你想做什么？怕是4年前的事儿的确给他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。云婉宁又愧疚又心疼。九公主，4年前这愚蠢的算计的确是我不好，我给你道歉。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罢，但是我不想让你误会了我，所以你把话听完再说，将你对我说的话完完整整的告诉九公主，若有半点隐瞒，本王妃将你剁成肉酱。九公主，这件事情与明王妃无关。明王妃当初再三叮嘱，让我们兄弟几个只是吓唬吓唬九公主，不可伤害了您。是迎王妃威胁我们几个，一定要夺了您的清白，还说这事儿她会替我们解决，到时候一定会平安无事。九公主，饶过小人吧，小人也是一时鬼迷心窍。事情的真相是莫菲菲怎么也没有想到的，幕后主使竟然会是秦似雪，这怎么可能？三嫂生的貌美，家世清白，温柔善良，对她更是好得不得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三嫂对我那么好，她一直都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害我？一定是你，是你要害我，还要害三嫂，是你做了恶事，还要栽赃陷害给三嫂，
是你教唆这个杂碎这么说的，一定是你！菲菲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哥哥，难道你要护着她不成？你可别忘记了，这个女人当初害得你与秦思雪退婚，陷害三嫂，算计你，还谋害我。她就是蛇蝎心肠，是个歹毒之人，你为什么要护着她？本王是站在事实的角度。若非是那一日他听到云婉宁逼供，今日也定是会如莫菲菲一般，认为是云婉宁教唆尤二这么说，栽赃陷害给秦思雪。可是那一日的场景让他相信云婉宁是无辜的。九公主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若是不相信，大可立刻去请了迎王妃进宫，我当面与她对质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若是不相信，大可立刻去请了迎王妃进宫，我当面与她对质。你就是看准了三嫂被三哥借作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云婉宁，你行了，你如今倒是愈发的厉害了。本公主不知道你如何让七哥哥相信了你的鬼话，但是在本公主这里，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。九公主，这是实话。当初迎王妃让我们一口咬死是明王妃指使，小人的几个兄弟都被他杀人灭口了，怕我们将此事捅出去，小人侥幸逃脱，东躲西藏多年。九公主若是不信，小人还可找人作证。加之尤二将那一晚秦思雪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，那一晚的细节等也全部都对应上了，莫菲菲便六神无主了，可心里却是信了七七八八。他恨了云婉宁4年，突然之间要与他和解，莫菲菲也拉不下这个脸，于是这件事儿便暂且搁置了。莫爷留下还有话与莫菲菲说，让云婉宁先回府，带着尤儿一起走了。明王妃，事情我已经老实交代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放我回去了？放你回去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天方夜谭。那你想对我怎样啊？小人不是都按照您的吩咐全部都老实交代了吗？可九公主还没有原谅我啊，没有相信我的话，所以你便先在王府住着吧，给她吃顿好的吧，补补身子。尤二激动的热泪盈眶，感激涕零的道谢。吃完后他才知云婉宁为何要给他吃顿好的补补身子，这世上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尤其他还是个阶下囚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说呢？听说你还不到30，老婆子我还没尝过这么年轻的男人呢，我对你很有兴趣。轰的一声，尤二只听到一股子热血从心底瞬间窜到了头顶。这个婆子要对他做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你要是乱来我就喊人了，明王妃一定不会允许的。你赶紧出去！哟，还挺烈的。现在知道怕了，你就尽管叫吧，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。你不是听了那迎王妃的话，陷害我家王妃，要害了九公主？我还以为遇到这种事儿你不会怕呢。你是个男人，有什么吃亏的？你嚎什么？你也不必嚎，王妃让我来给你点甜头。甜头？尤二被他身上那味道熏得险些要吐了。你走开！张婆子力大无穷，很快将他制服了，狠狠地教训他。听着柴房传来的动静，云婉宁无声地勾起了唇。她一向心善，可自从来到这里，这些人不给她行善的机会。张婆子教训完出来了，一脸爽快。房里尤二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一脸菜色地躺在柴垛子后面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能逃过当年秦思雪的追杀，却没有逃过一个婆子的折辱。王妃，这个尤二，王妃打算如何处置？他不是都交代了4年前的事儿吗？怎么才春风一度就对他怜香惜玉了？奴婢只是觉得，做好你的事便是。这尤二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本王妃？既然我的法子不能让他痛痛快快的开口。尤二虽然怕死，但他在云婉宁面前
还是强撑着不敢说，便是笃定了，他若想知道这个秘密，便暂时不会杀他。那么，云婉宁便让他生不如死。果然，张婆子一日3次的伺候尤二，在他的卖力下，不到3日，他便撑不住了，奄奄一息的要见云婉宁。说吧。小人愿意交代，请明王妃手下留情，这一切都是迎王妃指使。这句话云婉宁已经听腻味了。秦似雪指使你做什么了？本王妃耐性不好，你最好一次说完。迎王妃早就发现你暗地里在调查那件事情，所以特意将我的行踪放了出去，便是要引你上钩。难怪那一日在破庙会突然出现杀手，那些杀手来势汹汹，直冲云婉宁的脑袋。原来是秦似雪早就设计好的。在看向尤二时，云婉宁已经到了怒极反笑的地步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说，再敢吞吞吐吐，我便将匕首钉在你的舌头上。迎王妃说，这一次让我先配合你演戏，最后站出来倒打一耙，一口咬定是你血口喷人，故意栽赃迎王妃。明王妃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老老实实交代了，眼下再没有隐瞒的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，实在不行你杀了我也行，不要再折磨我了。不要再让那个婆子折磨他了，尤儿宁愿死，也不想继续被张婆子折辱。死？本王妃留着你还有用，怎会让你死？张婆子，将他带去柴房关起来，今后只是关起来，别碰他，不要让他死了。是，王妃。他的快乐没有了。娘亲，方才太老爷夸我了，说我文章写得很好，今日提早下雪。好，你写了什么文章了？娘亲。顾伯仲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云婉宁连忙起身迎上去，吩咐如烟倒茶。外祖父。茶就不喝了。方才下人来传话，说是府中出了点事，我要即刻回去一趟。元宝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若是没什么意外明日我还来啊。若是有事，最近几日我可能都不会过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舅舅出事了。老爷，二爷用午膳时还好好的，谁知午休时突然就呕出了几口血，这会儿子昏迷不醒呢。请大夫了吗？请了，但大夫也束手无策，查不出原因。外祖父别着急，我给舅舅瞧瞧。方才下马车时，元宝的鞋子掉了一只，云婉宁在给他穿鞋，顾伯仲忧心顾明，便率先进了门。三人一前一后的往后院走去，还未进门，便闻到了一股子浓郁的药味儿。他鼻尖轻轻动了动，发现这药是主治急火攻心的。进了门，顾明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，几名大夫围在床边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等等，把药给我。宁儿，可是药有问题？不是，我闻着这药有些强，还不知道舅舅到底怎么了，便暂时不给他喝这药吧。对他的话，顾伯仲自然不会怀疑。顾伯仲正在问几位大夫顾明的情况。顾明是顾伯仲的老来子，自幼体弱，比云婉宁也不过长7、8岁而已。多年来，他缠绵病榻，一直未曾娶妻生子。顾老爷，顾二爷这病突然就加重了，我们几人商议了一下，也是束手无策。是啊，虽说每年入秋后顾二爷病情都会加重，但是今年瞧着格外严重啊。顾二爷病情凶险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日了。几位大夫齐齐住口，欲言又止地看着顾伯仲。太老爷，吃了糖丸，甜甜的就不难受了，有我娘亲在，一定能医好舅老爷的。哈哈，元宝吃啊。不对，方才这孩子喊顾老爷为太老爷，如此说来，他是明王妃的孩子。顾伯仲深呼吸一口，将希望寄托在云婉宁身上。
在王府教习元宝这么久，他不是不知道云婉宁会医术，只是顾明病了这么久，怕是华佗在世也不敢继续想下去。太老爷，别哭了。好孩子啊，宁儿，你舅舅怎么样了？外祖父别担心，几位辛苦了，还请你们先回去吧，这里交给我便是。他客气的颔首，顾伯仲眉心皱了皱，很快舒展开来，示意下人将几名大夫领下去，给诊经送出门。我需要听诊器。再睁开眼时，空间里已经出现了听诊器。外祖父，我需要细细的给舅舅查看一下，你先带元宝出去散散心，相信我，不会让舅舅有事。出去散心也好，顾伯仲便带着元宝出去了。云婉宁是怕被他们看到他从空间取出这些医疗器械时会惊掉下巴。云婉宁是怕被他们看到他从空间取出这些医疗器械时会惊掉下巴。房里只剩下他与顾明两人，他取出听诊器，仔细地听傅明的肺部等。突然吐血，晕厥。他的心脏跳动与常人相比更加缓慢与微弱，结合脉搏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顾明病着多年的情况，云婉宁大致有了几种猜测。这问题怕是在心脏上面，极有可能是心肌炎，想必是常年饮药伤了胃。顾明常年浸在药罐子里，什么样的药都吃了，如此一来，怕就是颗金刚胃也会被侵蚀掉吧。眼下他得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心肌炎。他紧紧拧着眉，怕误诊舅舅的病情，只好向空间求助。若是空间内出现的药正是治疗心肌炎的，那便可以确定他的猜测；若反之，便不是。他刚刚闭上眼睛，空间便给出了回应。看清楚空间内给的药后，云婉宁眉头紧皱。关键时刻，你玩我呢？这药居然是……见鬼了！这空间中的药居然是一盒板蓝根。云婉宁傻眼了。小卓卓，你莫不是诓我不识字？板蓝根能治什么？感冒吗？素来他觉得靠谱的空间，今儿第一次让他感觉到不靠谱了。不过万一舅舅当真是感冒呢？他这个想法刚冒出来，就被他自己给掐灭了。因为他想到了《本草纲目》中所注，板蓝根即电青根，其功用性味与电青叶同，能入肝胃血分，不过清热解毒辟疫杀虫4者而已。板蓝根是可以清热解毒的药，不过脾虚胃寒者不可用。解毒的药大多伤胃，偏眼下舅舅的脾胃虚弱，所以还是要先医好脾胃才行。医好了脾胃，再医治病根。方才空间给了他回应，便侧面的印证了舅舅的确是慢性心肌炎，而板蓝根、连翘等药材都可解毒。我需要胃康宁胶囊。医治胃病的药很多，这一味药正好是可以医治胃溃疡、胃出血等。从空间取出药来，他起身从桌上的水壶中倒了半杯热水。顾明晕过去了，胶囊无法下咽，云婉宁只得拆开外面的胶囊壳，将药粉兑了水，给顾明服下。给顾明服下胃药后，云婉宁也不急着离开，她将几封药放在床头的柜子上，又给丫鬟叮嘱该如何服用后，才给顾伯仲回话。你是说你舅舅脾胃受损才会引起出血？不错，须得先调理脾胃才能医治病根。在此之前，其他大夫给开的药都可以先停下，只喝我给舅舅留下的药粉。好，那你舅舅到底是留下了什么病根啊？自你舅舅出生就身子不好，这些年来一直这么病着，就连宫里的太医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呀。眼下我也不敢肯定，但是已经有了猜测，外祖父也不必担心。舅舅这病并非不能治，这几日我会日日过来给舅舅诊脉。听到这话，顾伯仲才松了一口气。这会子天色已经擦黑，他留云婉宁与元宝在顾家用过晚膳再回去，哪知话刚出口，莫叶便被下人领进来了。顾老爷，本王是来接他们母子回去的。我本想留他们用晚膳，既然如此，便回去吧。顾伯仲没有再挽留，只是
送云婉宁与元宝上了马车后，他突然喊道：“王爷，请留步。”顾老爷可还有话要说？自从云婉宁解除禁足后，两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俨然像是3岁小孩。莫3岁看着顾伯仲走近，脸色严肃。哦，顾老爷有话直说便是了。不知王爷打算如何安置宁儿与元宝啊？不知王爷打算如何安置宁儿与元宝啊？如何安置？他们母子2人不是一直住在明王府？元宝已经3岁多了，藏了这几年，今后不一定会一直藏下去啊。况且王爷若是不知元宝是谁的儿子，难道就没调查过？不管元宝是谁的儿子，都是他的曾外孙，是他最最宝贝的小崽崽。他无理由的喜爱元宝，无条件的疼爱元宝。本王已经命人在查了。恕我多嘴，那孩子与王爷眉眼有8分相似啊。不管是不是王爷的孩子，还请你日后莫要亏待了他们母子2人。若是王爷对他们母子没有感情，还请给一封休书，放他们自由。我顾家养得起他们母子。此时马车内的云婉宁一脸感动，眼下她只想竖起大拇指说一句：外祖父霸气。外祖父与你说什么了？说这么久。没什么。莫叶目光看向元宝，方才顾伯仲说元宝与他的眉眼有8分相似，这句话如墨也对他说过，是他对云婉宁的恨先入为主，已经霸占了他所有的理智，所以对元宝他是恨屋及乌。哪知冥冥中因为一种奇怪的感情，让这份恨屋及乌悄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。他第一眼看到这个机灵可爱的小崽崽，就喜欢得不得了。这几个月的相处，他已经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元宝父亲这个角色。你怎么了？跟个斗鸡眼似的，谁招惹你啦？云婉宁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莫爷瞪着他，话还没说完，马车却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云婉宁的手镯发热，愈发滚烫，有危险。莫爷脸色一变，收起了要吃人似的目光，严肃地看了云婉宁一眼。不管外面动静有多大，别出来。嘿，你干什么去？哼，本王倒是要瞧瞧，是谁狗胆包天，竟敢在大街上便拦了本王的马车。别，外面的人不知道是冲谁来的，天黑路滑，谁也不清楚黑暗中是什么情形。如墨3人武功高强，我听着他们并不吃力，这些刺客怕不是什么绝世高手，等着他们抓活口逼供便是。本王可不会做缩头乌龟。既然是不入流的小杂鱼，你堂堂王爷出手，不是脏了手，自降身份。云婉宁的话堵住了他的嘴，果然很快外面的打斗声便停了。主子，不过是些小瘪三，已经全部处理掉了。主子，不过是些小瘪三，已经全部处理掉了。可有活口？没有，抓到的唯一的活口也咬舌自尽了。既然是咬舌自尽，便不是小瘪三儿，定是训练有素的。先清理掉吧。是。如墨留下善后，本以为这小崽崽经历这种事儿，定是会害怕。娘亲，什么叫小瘪三？什么叫小杂鱼？是一种很三的鳖，很杂的鱼。这个回答，云婉宁直翻白眼儿。什么叫很三的鳖，很杂的鱼啊？这位王爷，您这形容词还真是新鲜，他也是第一次听到呢。哦，元宝还没用晚膳，将他叫醒吃些东西，否则夜里要饿肚子的。即便对他说话冷冰冰的，可对元宝，他仍是细心的叮嘱云婉宁。元宝还没用晚膳，将他叫醒吃些东西，否则夜里要饿肚子的。即便对他说话冷冰冰的，可对元宝，他仍是细心的叮嘱云婉宁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不用晚膳吗？不该你问的，别问。你去哪里？你若是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办？放心，
本王死不了。他的身影已经没入夜色中。云婉宁低叹一声，正要转身，耳边传来他若有似无的声音：“本王去办些事情。”他方才是在与他交代去向？你家主子今晚到底怎么了？主子既然没有告诉王妃，奴婢便不敢说，还是等主子回来后，王妃亲口问问主子吧。我要是能从他嘴里问出来，我还需要问你？银王与主子的关系，如今已经将不和摆在了明面上。奴婢听闻，今日早朝银王在皇上面前参了主子一本。哦，他参莫叶做什么？女子不能干政，银王参王妃你越剧了。许是莫回风知道莫叶身后有云婉宁出谋划策，若是他给他献计不怎么样，莫回风定是会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。偏偏有了云婉宁的出谋划策，莫叶的神机营如今是越做越好，他越来越得皇上的心。如此一来，莫回风只觉得他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。那父皇可罚王爷了？当着文武百官狠狠地训斥了一通。那王爷对银王可有反击？王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收缴了银王的佩剑。这像是他能做得出来的事儿。所以今晚的刺客极有可能是莫回风派来的。一再被莫叶打脸，偏偏又是打得名正言顺。他掌管神机营，的确有收缴莫回风佩剑的权利，所以对方急眼了。那今晚莫叶是去找莫回风算账了，还是莫回风来找他算账来了？如烟没有再说话，但云婉宁知道他猜对了。没想到莫回风胆子居然这么大，竟敢光明正大地刺杀莫叶，并上门找事儿。莫回风阴险狡诈。王妃不必担心，我家主子并非好欺之人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可是受伤了？不是。你受伤了？哪里受伤了？本王没。你手背上还在滴血，是你受伤了。若是别人的血，不会一直流个不停。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能咬牙撑着。莫叶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莫叶扫了他一眼，没吭声。云婉宁拽着他进了清影院。脱！你不脱，我怎么给你处理伤口？本王受伤了，你给本王脱。你不会是趁机想吃我豆腐吧？你确定我给你脱了衣裳后，不会让我对你负责？你想得美。云婉宁没有半点犹豫，抬起手便解了他的腰带，又解开衣襟，将锦服脱下。怎么，心疼本王？云婉宁的手没闲着，莫叶的嘴也没闲着。还有精力说笑，可见王爷是不疼，也的确受伤不重。这点伤算什么？三哥伤得比我还重。给他上了止血散，又包扎好伤口后，云婉宁吩咐如烟去听竹院取了干净的衣物过来。王府的下人们，尤其是以张婆子为首，个个都是顶尖的八卦能手。众人不知莫叶今晚受伤一事儿，但听说是清影院来取了王爷干净的衣物，第一时间联想到了王爷与王妃今晚定是激战了一回，一时间八卦传遍王府。今晚你失血过多，日后得好生调养一段日子。你伤得不轻，可要给父皇告假。告假？本王不是花瓶里的花，区区小伤何须告假？本王不是花瓶里的花，区区小伤何须告假？笑话！眼下正是在他父皇面前刷存在感的时候，告什么假？父皇若是见他带病上朝，反而三哥重病卧床，到那时，莫叶心下冷笑。哼，本王是真男人。是吗？真男人？云婉宁，你找死啊！哎呀，真是抱歉呢，王爷，我拍错了地儿。我只不过是想为王爷加油打气罢了。哎，饭菜还在厨房里热着呢，我这就去帮你盛饭，你稍等片刻。好吧，
看在他给自己留饭的份上，原谅他了。总有一日，他要一层一层地剥开他的衣裳，哦，不是，剥开他的伪装外表。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便要先抓住他的胃。云婉宁一定深谙这个道理，难道这4年之中，他都在苦练厨艺？否则，为何他做的饭菜味道别有特点？就连宫里的御厨也做不出这样的味道，以及那么多的花样来。你失血过多，今后的饭菜让厨房多给你做点猪肝、红豆汤的，不但要吃药，还要食疗，恢复得更快一些。哼，那本王要你做甚呢？你是本王的王妃，这些活不该是你负责吗？大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们不过是塑料夫妻情啊。他们俩的夫妻情是靠金钱维系，两人心知肚明。眼下又说什么夫妻不夫妻的，这不是在对他道德绑架？王爷今晚不是伤了手臂，是伤了脑子吧？你方才说什么？我是你的王妃，咱俩一直分房，毫无感情可言，不过是表面夫妻，你凭什么要赖我头上？分房，表面夫妻。于婉宁，你这是在提醒本王冷落了你？哼，如烟，去将本王的寝衣与枕头带过来。今晚，本王要留宿清影院。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是本王表达的还不够清楚，还是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呢？你既然说是本王冷落了你，那么今后本王便在清影院住下了，也的确没有夫妻分房睡的道理。这下云婉宁听明白了，感情这男人是要跟他来真的。不行，莫叶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我既是表面夫妻，就断然没有同睡一屋的道理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这若是传出去，我日后如何做人？哪个男人敢娶我？话刚出口，他才后知后觉地察觉说错了话。你说什么？莫叶的脸色愈发难看了，房里的气氛顿时也变了。他上前一步，云婉宁便心虚地后退一步。云婉宁，把你方才的话再说一次。你居然敢当着本王的面说出这样的话！云婉宁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你是想被浸猪笼，还是想被开膛破肚，又或者被五马分尸呢？不管是哪一种，本王都可以成全你，这便是本王对你最大的仁慈。呵呵，要命了！这个男人有多残忍，4年前他已经经历过一次，今晚怎么就口不择言，再一次惹怒了他？王爷，这都是误会，我方才是一时口误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口误？你的意思是你在无意之间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想法？你把本王当玩物？不是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本王在等你的解释。解释？这本就是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，解释个锤子！他如何解释？